相信关注最近几年汤普森篮球鞋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汤普森近几年的签名鞋主打的就是强度、缓震还有稳定。到了这一次的第10代，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全掌氮气、高强度的鞋面、中底的高强度碳板、平整的大底，以及单支42码、将近400克的重量，都在告诉着我们，这双鞋跟小快灵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双注重保护、注重强度的锋线鞋，甚至可以说是内线鞋。如果你期待的是一双保底快靴，那你可以直接关闭这一期视频，因为这一双鞋绝对不会是你想要的。那如果你对于这一双鞋还是有那么点兴趣，还是想要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双鞋的实战体验。其实这一双鞋我拿到手的时间已经挺长了，但是因为安踏给我寄了一双42码，我平时都是穿42.5的，所以在初期上脚的时候完全没法穿，太小了，脚趾完全被定住。后来我找了一个穿42码的朋友帮我磨合了大概2个礼拜，我才能勉强穿上它去进行一些实战。感谢我的好兄弟小夏，如果没有你，那就没有这一期视频。OK， 我们还是老样子，先来聊一聊这一双鞋的实战基础3要素：抓地、抗扭、稳定性。看看这一双鞋是否能够完成一双实战鞋最基础的能用来打球的这一项任务。在抓地方面，它的表现十分出色。在前掌这种带有一点波动的弧形纹路，能够很好的覆盖各个方向的抓地，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但是由于纹路之间的空隙略微有一些偏小，再加上我手上这一个配色搭载的是这种水晶底，在吸灰控制方面我不是特别满意。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几乎每一个回合都需要用手去擦着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如果大家有选择的权利，那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去选择一些搭载10色橡胶大底的配色。我相信10色橡胶大底的版本在吸灰控制方面的表现一定会好于这个水晶底的版本。而且我相信10色橡胶大底一定也会比这个水晶底要更耐磨一些。KT10的大底纹路是略微有一些偏细的，再加上它这一个偏软的水晶底，如果要用来打外场，还是会有一些够呛。所以这一双鞋的场地适配范围略微有一点点偏窄，比较干净的室内木地板或者是软质的塑胶场地才是它的舒适区。中底的刚性一直都是近几年 KT 正代的强势项目，足中部的碳板、球鞋两侧的 TPU 都让这一双鞋有了非常出色的强度。想用手把它扭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的强度非常高，对于我来说，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过剩的。在我朋友帮我磨合了2个礼拜之后，我自己又穿了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在初上脚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我的双脚因为球鞋中底刚性过剩而产生的疲惫感以及酸痛感。直到在我穿它进行了大概3次左右的训练之后，这种因为强度过剩而带来的疲惫感才逐渐消失。所以这双鞋你别看它没有任何的前插材料，但是它的中底刚性是非常非常高的，会有一定的驾驭门槛。小体重的球员、脚底下没什么力的球员，或者是没有耐心去磨合这一双鞋的球员，我通通不建议你们去选择这一双鞋，好吧？刚性如此高的一双篮球鞋，自然有着非常强的抗扭表现。不管是什么情况下，脚底下的球鞋都能很好的保持住它的整体姿态。以我的下肢力量，几乎没有办法令它产生过多的形变。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双拥有比赛级别强度的篮球鞋。而这一类中底强度比较高的篮球鞋它们的自然弯折点是否合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一点上面 ，KT10 的表现非常棒，鞋身两侧的 TPU 都只延伸到了我们脚趾弯折部位的后面一点点的这样一个位置，让这双鞋在前掌有了一个明显的强度差，让它拥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自然弯折点，这一点非常棒。在汤普森受了大伤之后，安踏给他推出的签名鞋就没有任何一双在稳定性方面出过问题，这双10代也不例外。平整的大底、合适的重心、几乎全包围的中底缓震材料，以及侧面明显的防侧弯角，都让这一双鞋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穿它打球就完全不会去担心它的防侧翻会有问题，在做动作的时候，脚底下4平8稳，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基础3要素，它绝对是顶级的存在。除了确实在吸灰控制方面表现的不是特别好之外，其他没有任何可以挑毛病的地方。这就说明了这一双鞋有着极高的性能下限。只要在风格化上面做的不是特别拉胯，那这一双鞋就绝对不会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风格化做的究竟怎么样，看看这一双鞋的适配人群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球员。
在脚型适配方面，这一双鞋的争议还是挺大的，有很多人都说这一双鞋学什么不好，学耐克的母外翻鞋楦。不过因为我拿到的尺码本来就偏小了一点，所以它究竟是不是存在着母外翻的问题，我也不好说。但是就算这一双鞋没有母外翻，我也绝对不会推荐大家穿它去进行日常的压马路或者是穿搭。这么高的中底刚性如果你穿这一双鞋穿个一整天，那对于我们双脚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而如果我们只是打球的时候去穿它，那它是不是存在着母外翻，其实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不能抛开剂量来谈疗效，对吧？如果只是在打球的时候去穿一下，无伤大雅。至于尺码的选择，我还是建议大家按照自己平时的耐克尺码去进行选择。虽然我手上的这一双42在我经历了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后，确实是能穿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挤，42.5一定会更加合适一些。而在选择了正确的尺码之后，它能提供给我们非常出色的包裹体验，紧致而且舒适。鞋面与双脚的贴合度非常高，双脚在鞋内几乎不会有明显的多余空间。不过在我们出上脚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它后跟的填充非常的突出，非常的足，会有非常明显的顶后跟的感觉。但是只要你穿上它去热一个身，这种异物感或者说是不适感就会完全消失，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在有着出色静态包裹的同时，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动态锁定也同样非常棒。在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胶质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出现。静态包裹以及动态锁定这一双鞋的表现都非常棒，非常出色。而它的鞋面支撑力度也跟它的中底强度一样，非常拔群。高强度的鞋面再加上球鞋外侧大面积的橡胶侧墙，都让它拥有了比赛级别的鞋面强度，并且鞋面上这几根粗线也能进一步提升它的鞋面强度。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能牢牢地兜住我们的双脚，即使是职业球员，它也能给你安排的明白。而在最具风格化的中底方面，安踏对于 KT10的做法依旧是走的一个偏向于保守的路线。中底的重心适中，场地感表现平平，但是不管是在反应性还是缓震方面，它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中底的全掌氮气调教偏韧，在正常走动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的中底有点硬，没什么脚感，但是一旦开始跑起来，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来自中底氮气所提供给我们的弹性。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不会有任何一丝犹豫，反应非常直接。虽然它在中底并没有放置任何的前插材料，但是在蹬出去的那一刹那，你能明显感觉到中底氮气所提供给我们的力反馈，会有一点点那种前掌大面积纵木气垫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并且在我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能明显感觉到后跟的缓震是那种非常具有弹性的缓震。这次安踏对于这一双鞋中底氮气的调教做的真的非常不错，会让我有一种在穿一双搭载前后分离式祖母篮球鞋的一种错觉，真的非常的惊艳。并且这一代在取消掉了后跟的 Smart Sam 之后，在整一个中底的过渡方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在我们蓄力起跳或者是正常跑动时，它的前后掌过渡都非常的丝滑，不会再有像上一代一样那种断层的感觉了。最主要的是虽然取消掉了后跟的 Smart Sam， 但是它的缓震极限也还是非常高的。不管你多大体重，我觉得它一定能够满足你对于缓震的需求。确实它的中底调教做得非常棒，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说这一双鞋的中底还是做得略微保守了一些呢？就是因为它的整一个大底做得太平了一些，鞋头的上翘幅度略微有一些偏低。确实这一双鞋有着还算不错的跑动感受，但是跟我们市面上一些其他的偏外线的鞋款相比，穿上它之后，我们不会有那种想去跑、想去跳的冲动。作为一双联盟顶级3D 的签名鞋，我觉得它的滚动感还是稍微差了一点。而且作为一双拥有着顶级强度的篮球鞋，有着更高一些的鞋头上翘幅度，也能让我们在跑动时或者是突破时更少的去跟球鞋做对抗。在我们想要往前突破时，球鞋不需要有太大的弯度就能前进，自然我们也就不用花太大的力气去驾驭它，对吧？如果后续 KT10还会有其他的版本推出，我希望可以把鞋头的上翘幅度稍微去做一点点调整，我相信整一双鞋的穿着体验一定会变得不一样。
KT10有着顶级的整体强度，不管是中底刚性还是鞋面的强度，都是顶级的存在。中底的缓震也依旧非常出色，但是就是整体的这一个滚动感稍微差了那么点意思，导致它并不是特别适合那些爱跑爱跳的外线球员去进行选择。这一双鞋的受众人群依旧是那些偏内线的4、5号位球员。如果你对于球鞋的强度要求特别高，又特别需要出色的缓震，我相信这一次这一双 KT10一定能够让你满意。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狼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狼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